在欧洲大陆最北端，有一个人口只有500多万的国家，它控制着通往北极的门户，与俄罗斯核潜艇核心基地正面相对，常年承担着北约在高北地区最前沿的监视与预警任务。这个国家的军队规模并不庞大，却结构完整、技术先进、财政稳健，在北极方向具有难以替代的战略价值。它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军事强国，却是北约北翼真正的支点，这就是挪威。俄罗斯北方舰队的战略核潜艇从克拉半岛出港，必须经过巴伦支海进入北大西洋。北约若想掌握这一动向，就必须依赖挪威的情报体系和海空力量。挪威空军的 F-35战斗机部署在北极圈内，挪威海军的护卫舰长期在北大西洋执行巡逻与反潜任务，潜艇部队则在水下持续监视俄方活动。面对俄乌战争爆发后的安全环境恶化，2024年，挪威政府公布了长期国防计划。该计划将在12年内向国防领域注入额外6000亿挪威克朗，约500亿欧元。预计到2036年将使年度国防预算翻倍。2025年，挪威国防开支超过了北约设定的占 GDP 2% 的基准，约合101亿美元。预计军费在2026年达到 GDP 的 3.4% 至 3.5%， 成为欧洲军费增长幅度最大的国家之一。理解挪威军力，首先必须理解它的财政基础。自上世纪70年代北海油气开发以来，挪威积累了庞大的能源收入，并建立了巨额的国家主权财富基金，规模超过了16000亿美元。回看过去20年，挪威的国防预算长期位居北欧4国首位，能源收入为其提供了长期稳定的财政支撑，并使近期的扩军计划不必以削减社会福利为代价。这种油气、基金、军费的结构是挪威军力稳定发展的根本保障。目前，挪威武装部队现役兵力约27000人，其中约17000人为职业军人，约9000至1万人为义务兵。挪威实行全民义务兵役制，男女公民均可被征召。政府计划到2036年将年度征兵规模提高至13500人，以支撑陆军扩编与后续动员体系建设。除现役部队外，挪威还拥有约4万至4万5千名国民警卫队成员，这支力量构成全国范围内的基础防御网络。军种结构包括陆军、皇家海军、皇家空军、国民警卫队以及网络防御部队，规模虽小，但体系完整。在陆地方向，挪威陆军现役约8700人，长期以来，其核心战斗单位只有一个完整的机械化旅——北方旅，部署在特罗姆斯地区，负责高北方向的主战任务。随着安全环境的变化，挪威正在从单一旅结构向3旅结构转型。2025年正式组建风马克旅，部署在俄挪边境方向，承担前沿存在与边境防御任务。未来还将形成以预备力量为核心的第3旅结构，以增强战时动员能力。装备方面，挪威陆军拥有约36辆豹 A4 No 主战坦克，并已采购54辆豹 A8 新一代主战坦克，逐步交付后将完成换装。步兵战车以160余辆 CV90 为主，火炮力量包括28门 K9 雷霆155毫米自行火炮，配备 NASAMS 防空系统。陆军整体火力密度在北欧国家中处于较高水平，其战略任务主要是在极端气候条件下构建稳固防线，迟滞对手进攻速度，为北约增援争取时间。相比陆军，海军与空军更具战略分量。挪威皇家海军现役约4200人，核心作战力量为南森级护卫舰与斯科尔德级导弹艇。南森级共建造5艘，2006年至2011年服役，基于西班牙 F100 设计，满载排水量约5300吨，配
配备安斯帕尔 EF 相控阵雷达与宙斯盾作战系统，具备区域防空与多用途作战能力。2018年英格斯塔号沉没后，目前实质在役4艘，斯科尔德级共有6艘，采用气垫式设计，航速高，隐身性能突出，装备 NSM 反舰导弹，主要负责近岸快速打击。潜艇部队是挪威海军的关键力量，现役6艘乌拉级潜艇，即德国设计的210型潜艇，排水量约1150吨。虽然服役时间超过30年，但经过升级改造后，仍保持良好的静音与水下侦察能力。目前，挪威已经订购6艘 212CD 型潜艇，以替代乌拉级。这一型号由挪威与德国联合开发。212CD 潜艇比其前身 212A 型潜艇要大得多，其总长约73米，排水量也增加到约2500吨，而 212A 型的排水量约为1524吨。与此同时，挪威选择英国26型护卫舰作为新一代主力水面舰艇，预计采购至少5艘，总价值约100亿英镑。挪威和英国的26型护卫舰从配置上看几乎相同，联合任务将变得更加容易。随着英国现有8艘同型舰服役，北约将在北极方向形成13艘高端反潜舰的体系化力量，对俄罗斯北方舰队的核潜艇活动构成长期牵制与压制。除主战舰艇外，海岸警卫队拥有约15艘大型巡逻舰，装备先进监视雷达与直升机，长期在巴伦支海与北极海域执行巡逻、执法与主权展示任务，是挪威维持海上存在的重要组成部分。皇家空军现役约4680人，是挪威军力中技术密度最高的军种。挪威共采购52架 F-35A 战斗机，并在2025年完成全部交付，成为首个完成全部采购计划的合作伙伴国。这批战斗机部署在鄂兰与埃文内斯空军基地，承担北约北翼制空与对海打击任务。海上巡逻力量由5架 P-8A 海神反潜巡逻机组成，替代老旧的 P-3C， 显著提升对巴伦支海的监视能力。战术运输由4架 C-130J 运输机承担。地面防空方面，挪威拥有多套 NASAMS 系统，并计划在未来引入更远程防空能力，以保护关键能源与军事设施。整体而言，挪威空军规模不大，但现代化程度高于北欧邻国，在北极方向具有稳定空中优势。挪威国民警卫队是其武装力量中规模最大的军种，是地方防御与快速动员的关键预备役力量。目前由37000名预备役人员组成，分布在11个辖区，覆盖整个挪威。国民警卫队还有一支由3000名预备役人员组成的经过特别训练的快速反应部队。国民警卫队的装备主要由各种轻型武器与轻型车辆，堪称轻装步兵。根据新的国防计划，国民警卫队将从约4万人增加至45000人，并加强训练，配备更先进的装备，扭转多年来的衰退趋势。挪威的国防工业规模并不庞大，但其技术含量很高。康斯伯格集团与纳摩公司是核心企业。康斯伯格集团与美国雷神公司联合研发的 NASAMS 中程地对空导弹系统，在俄乌战场上经受住了实战的考验，受到多国青睐。美国则将其用于保护白宫等高价值目标，而 NSM 海军打击导弹与 JSM 联合打击导弹已成为国际军火市场热销产品。美国、英国、日本、澳大利亚、波兰等国均已采购。NSM 采用先进红外成像制导与低可探测设计，在全球反舰导弹市场具有竞争力。纳摩公司则在弹药、火箭发动机领域具有技术优势。挪威的声纳技术，尤其是处理水下声学数据的能力，也处于世界先进水平。挪威军工的特点并非大型平台制造，而是掌握关键技术节点，例如导弹发动机、复合材料、传感器算法与战术人工智能系统。这种嵌入式技术优势使其在国际合作中保持话语权。作为北约创始成员国，挪威将其国防规划纳入北约北方意义框架。北欧防务合作组织进一步协调区域安全。自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以来，该伙伴关系不断深化。这种一体化促进了联合行动规划、共享空域监视和跨境训练演习。挪威还参与了英国领导的联合远征军 JEF， 增强了其与欧洲伙伴共同应对区域危机的能力。如今，随着气候变化、地缘政治变动及大国竞争的加剧，北极地区正迅速成为新的战略前沿。无人系统、人工智能、空间与信息战
也在改变现代战争的形态。在这样的背景下，身处北极圈的挪威如何在更复杂的环境中守护自身的安全和核心利益，已成为其未来防务建设的重中之重。回顾挪威军队的发展规划，可以看出，虽然其军队规模有限，但挪威正在通过提升技术优势来弥补兵力上的不足。未来，挪威军队将更加依赖高效、智能的作战方式，在多域战场上为国家争取更大的战略利益。好了，今天的视频就介绍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